嗨，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？欢迎大家回到信仰真相探寻节目，我是伊森。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人为什么要崇拜，而又为什么要崇拜独一的造物主？开宗明义在古兰经中提到，我创造精灵和人类，只为他们崇拜我。那么这里是真主把他创造人类的目的呢，说是为了让人类都崇拜他。那么为什么真主非要命令人们崇拜他呢？是不是因为我们崇拜他，对他有所裨益呢？或者因为我们不崇拜真主，对他有所伤害呢？都不是的。假如全世界的人都崇拜真主，对真主也没有丝毫的裨益。假如全世界的人都不信仰真主呢，对真主也没有任何的伤害。正如古兰经中说，如果你们和大地上的人通通都忘恩负义，也无损于真主，因为真主却是无求的，却是可颂的。不信道的人无损于真主，因为真主却是无求于全世界的。真主既然不需要我们崇拜，为什么又要命令我们崇拜他呢？这是因为崇拜真主不是真主的需要，而是我们自身的需要。真主不需要我们崇拜，而我们却需要崇拜真主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只有造物主是万物的创造者，是唯一的主宰。如果我们不崇拜真主的话，肯定就要崇拜真主之外的被造物。假如我们不顺从真理，必然会顺从虚伪的理论，要么崇尚真理，要么就顺从虚伪，要么选择正义，要么选择邪恶，没有中间的道路可走。那么我们怎能在真知之外就选择谬误呢？我们怎能在文明之外就选择愚昧呢？我们怎能在真主之外就选择其他的邪神呢？也许有人会问啊，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崇拜呢？我们说没有人不崇拜，崇拜它是人的天性，宗教信仰是人的追求。真主在创造人类的时候，就已经赋予他这种追求真主、崇拜真主的天性了。追求真善美、反对假丑恶的天性是人人都具备的。渴望信仰、追求真理、渴望安抚、渴望他的主宰倾听他的诉说、追求神圣、追求敬畏、渴望为真理而奋斗，都是人类的宗教天性。宗教自从人类诞生就伴随着人类来到大地，时至今日仍然是大多数人的选择。科学越发达，人们对真理的认知也就越高，选择宗教的人就越多。有的地方人们信仰宗教，建立起了教堂，建起了清真寺，而没有宗教的地区呢，人们千方百计地修建一座庙宇或者一座祠堂，供奉一尊神灵。这充分说明了人们需要崇拜的天性，他愿意为自己的信仰而去奋斗终生。他希望在无助的时候能够向神诉说自己的忧伤，祈祷自己实现愿望。这个世界处处充满着形形色色的崇拜，有人崇拜一神，有人崇拜多神，有的人崇拜耶稣，有的人崇拜佛陀，还有比如生殖崇拜、祖先崇拜、明星崇拜、领袖崇拜等等等等。即使不相信世界上有神的人，其实也在崇拜。他们要么夸大大自然的能力，认为一切都是物质的作用，要么把历史上凡人的话当作金科玉律，放之四海而皆准。在末日，他们将为自己的错误而悔恨。如古兰经是这样描述的，他们将说，但愿我们曾服从真主，服从使者。他们说，我们的主啊，我们却已服从我们的领袖和我们的伟人，是他们使我们违背正道。我们的主啊，求你用加倍的刑罚处置他们，求你严厉地弃绝他们。人类既然免不了崇拜，当然不崇拜真主时，就不免要堕入人对人的崇拜、人对物的崇拜之中。
而伊斯兰告诉我们，任何人都发明不出什么真理，任何人都不值得去崇拜。伊斯兰就要把人从种种错误崇拜的黑暗当中解脱出来，让人只崇拜真正的主宰。虽然真正的主宰呢不需要我们崇拜，但我们需要正确的崇拜，否则人类不可能消灭人压迫人的现象，而实现真正的平等。因为当人陷入迷雾之中的时候呢，把自己的同类加以崇拜之时，被崇拜的人阶级统治者就会反过来去奴役人，让人忠于他，顺从他，让人为他山呼万岁。即使他奴役人，人也会对他俯首帖耳，言听计从，因为人崇拜他，敬畏他。虽然没有对他鞠躬叩首，但对他的认同，对他的顺服，对他的钦佩和赞美，无一不是崇拜的表现。有的崇拜是由于崇拜者自身的迷雾，例如基督徒对先知耶稣的崇拜，并不是耶稣造成的；而有的崇拜则是由大地上的强权造成的，例如法老在国人面前称自己是至高的主宰。古兰经中曾经提到，法老是这样说：臣仆们啊，我不知道除我之外还有别的神灵。法老也曾喊叫他的百姓说：我的百姓啊，埃及的国权和在我脚下奔流的江河不都是我的吗？难道你们看不见的吗？我是你们至尊的主。现代社会也有许多这样的法老，他们剥夺人们信仰的自由，用强权统治震慑百姓，曾经像法老一样不可一世。而伊斯兰让人认识到，这些权威都是暂时的，这些暴虐是没有资格奴役人民的。人们崇拜他们，必然会助长他们的压迫，加剧世界的不平等。而只有消除人对人的崇拜，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。因为不平等的根源是在于人崇拜人，而不在于什么生产资料、私有制或阶级对立。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